我想我现在知道了他的秘方是什么。是什么？是血。杀鸡都会放血，由于血液凝固的速度很快，所以根本不可能完全放干净。这样做出来的鸡汤，它一定会略带一点血腥的味道。之所以薛前辈做的鸡汤味道鲜美，就是因为他杀鸡的时候不是放血，而是吸血，吸的速度很快，当血液还未凝固就已经被吸干了，所以他做的鸡汤就没有血腥的味道。我猜薛前辈这些年一直是靠吸食鸡血来压制寒毒，虽然不能完全克制，但他只要不强行运功，应该还可以保住性命。哎，而且今天早晨，薛前辈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没有想去伤及人命、吸食大家的血液。所以从这一点可以推断出来，这些年薛前辈一直遵循着和陶老前辈的约定，没有再吸食人血。还有就是，薛前辈的牙齿和普通人比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同。那几位死者尸体脖颈上的牙痕是又细又深的，能造成这种牙痕的牙齿，一定是尖利狭长。所以我推断，罗兴镇里的吸血狂魔是另有其人。你能知道是什么人吗？我大概知道是谁了，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是离期限就剩最后一天了。严昭，过来一下。怎么了？高文远得的是血淋病。任厅长，现在我知道真正的凶手是谁了。我希望一会儿你能把大家召集到这个客厅里来。另外，哎呦，远儿，你身体这么弱，到这儿来干什么呀？没事儿，吴医生刚才刚给我打了针，放心吧。我说穆探长，你把大家召集到这儿来，这是干什么呀？我今天召集大家过来，就是要向大家宣布，罗兴镇的吸血杀人案终于告破。凶手不是那个血妖符吗？这个我们都知道，他死都死了，干嘛这么兴师动众的呀？凶手不是血妖符，虽然他由于练功走火入魔，导致体内的寒毒时常发作，但是他这些年来一直是靠吸食鸡血来压制寒毒的，并没有伤及人命。那会是谁呢？他为什么要吸血呢？那他这么做的话，是为了嫁祸给血妖符吗？不，凶手之所以吸血，是因为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血不淋症。什么叫血不淋症啊？血不淋症是由于我们身体内部生产的亚铁血红素的细胞机理过程中存在缺陷而引发的。这种病前期的症状是怕光、讨厌大蒜、脾气暴躁，甚至会产生幻觉。到了后期，它会由于体内亚铁血红素缺失的越来越严重，而产生嗜血的愿望。难道真的是？没错，吸血杀人案的凶手就是令公子高文远。不可能，远儿得的是低血钠症，什么血呀血的，怎么会是他呢？这一点，吴医生是可以作证的。他确实得了血不淋病症，而这一点就是吴医生告诉我的。你不是说患了这种病的人浑身无力？你看他这个样子，连走路都走不了，他怎么杀人呢？那种症状是间歇性的，血不淋症患者第一次吸入鲜血，会因为极度兴奋而产生一种比以前更为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
足以扼杀一个孔武有力的男子。吴医生，你怎么胡说八道啊？远儿从小体弱多病，性情温和，他怎么会杀人呢？你说他杀人，你拿出证据来。证据当然有，吴医生已经在他的血液里验出了血不淋症的病理，而且3名死者郑小茹、晚秋和阿良，在这3个人的身上也验出了这种毒，这也就能证明这3个人都是高公子所杀。还有，患有血不淋病症的人会由于牙龈收缩而令牙齿变长。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就请看一下高公子的牙齿。远儿，难道真的是？没错，他们都是我杀的。2个高男女，还有那个淫妇郑小茹。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在我婚前就已经见过晚秋。见过晚秋？是。有一次，在我小的时候，我偷偷出去玩，不小心把胳膊摔破了。就在这时候，有个小女孩跑了过来，她把我扶了起来，她还用手绢帮我包扎伤口。那个手绢上写的就是她的名字，晚秋。从那以后，再也忘不了她的样子。等我长大以后，父亲给我订了婚约。当我知道我的未婚妻叫晚秋的时候，我激动的几天都没有睡着觉。我偷偷的跑到她家去看她。当我看到出门那个姑娘，就是小时候帮我包扎伤口的那个小女孩，我高兴极了。我暗自向老天爷发誓，我这辈子都会好好对她。后来，我又一次偷偷去看她。我本来想去找晚秋表达我的心意，可是我发现，她居然跟那个小财富阿良。我看着她，忍不住怒火中烧。于是，你就咬死了他。没错，那是我第一次吸血。我不知道我身体里有了什么变化。当我第一次吸到鲜血的时候，我有一种无法形容的酣畅。后来，阿良的尸体被发现，人们以为是那个诅咒再次降临，这刚好可以替我做掩护。后来，我又把目标对准了晚秋。
在洞房你被击晕是怎么回事？那只是我在演戏，目的就是为了混淆你们。可是，不是说那个伤痕他自己是无法做到的吗？对，那的确是新的伤痕，不是以前的旧伤。那个伤口是我自己走到门口撞的。那郑小茹呢？你为什么要杀她？那个女人，朝秦暮楚，水性杨花。我看到她，就跟看到晚秋一样。我要把这个世上所有的淫魔、荡妇统统杀掉。不只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需求而已，更重要的，我是要报复。我要让高若天看到这恐怖的一幕，我要夺走他的心头之爱。远儿，你在说什么呢？我是你父亲。不是，他不是你的儿子。你凭什么这么说？他不是我儿子，那他是谁啊？他的父亲就是被你烧死的那个传教士安德森。不可能！你有什么证据？你乱说！因为血不淋症并不传染，他的病理是靠基因来遗传的。吴医生告诉我，这种病理起源是在欧洲的皇室，后来才传播到了整个欧洲，但是现在在亚洲根本就没有这种病理。那么在整个罗兴镇，除了那个传教士安德森，没有别人是来自欧洲的混血。再加上他和你的妻室有染，所以我认定高文远是安德森的儿子，所以他身上才会携带这种血不淋病症的基因。他说的不是真的，儿子，你说说，我是你父亲吗？他说的没错，我的父亲就是当年被你用火烧死的传教士安德森。当年我母亲跟我父亲两情相悦，但你却贪恋我母亲的美色，蛊惑我的外公烧了那所教堂。我怎么会去烧教堂呢？那是你外公让我去。可是他没让你杀人，是你下令活烧死了我的父亲。你真的都是听谁说的？我怎么会下这种命令呢？是我母亲亲口告诉我的。你母亲？当时我母亲已经怀上了我，外公怕此事泄露，招惹祸端，他苦苦地守候这个秘密，直到我5岁那一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娘，你怎么又哭了？是谁欺负你？你赶快跟我说呀！好，我的远儿长大了，那你能答应娘保守一个秘密吗？我们拉钩，拉钩上吊100天，不许变。好，娘告诉你，欺负娘的人就是高若天。高若天，那不是爹的名字吗？他不是你爹，你的亲生父亲叫安德森。安德森，
就是你的亲生父亲。你看他的眼睛和鼻子和你长得一样。远儿，你仔细看清楚他的样子，一定要记住。娘，那我亲生父亲现在在哪里？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死了？不，他是被高若田活活烧死的。爹，不要叫他爹，他不是你爹，他是个恶魔。他见不得娘和你亲生父亲在一起，就找人把你父亲活活的烧死在教堂里了。后来他还霸占了为娘。月儿，一定要记住，等你长大之后，一定要替你亲生父亲报仇，杀了这个恶魔。听清楚了吗？我不要杀人，我不要杀爹，你都是骗我的，对不对？你说呀，娘，你赶快跟我说呀！远儿，你一定要记住，在你长大之前，一定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给别人知道，听懂了吗？来，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好，你好好在家待着，娘出去办点事情。娘，你要去哪？今天是你父亲的忌日，我要去给他上香。娘，我也要去。在家好好待着，在心里为他祈祷。说出来。可是最后，我还是跟我母亲去那边救了废墟。可是，让我看到了惨不忍睹、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幕。 你这个妖怪，是你杀了我娘！我要替我娘报仇！娘，我打死你！你杀了我娘！娘，娘，你醒醒啊！醒醒啊，娘！你不要死！你不要死！你看看我，我是别人啊，娘！你的母亲是被血妖符杀死的。是。 这件事情薛英告诉过我。有一次，他的寒毒突然发作，当时正巧看到他的母亲在教堂的废墟祭拜，薛英便杀了他，吸血疗伤。这件事情以后，他特别后悔，他发誓以后不再运功。你的母亲应该是他所杀的最后一个人。最后一个。
你报仇，我要杀了你！吕世尧是不是你杀的？穆大哥，你小心点。是我杀的。怎么杀的？你永远不会知道的。你醒醒啊！醒醒啊！爸是真的爱你，爱你妈呀！儿啊，你醒醒啊！醒醒啊！醒醒啊！这是干什么呀？你因为贩卖走私鸦片被逮捕了。你有什么证据啊你？啊？哎，我之前阮厅长已经到你们家搜查了你们家庄园里的红土田，他发现，在红土田里培育的都是罂粟花。其实你做花草生意就是为了掩人耳目。你是将制造好的鸦片放在花盆里，然后再贩卖出去。之前死的高天进、吕世尧还有钟丽，都是你的同伙。阮厅长，你得救救我呀！报告阮厅长，按照您的吩咐，我们在高若田的卧室仔细搜寻，发现一个密室，里面还藏有大批的鸦片。是。高员外，证据确凿，我无能为力。这，我的儿。都给他弄齐啊，都摆齐啊！高尔田就是用这种送盆景的方式，把这些鸦片送到那些达官显贵的家中，用以贿赂。哎呀，真不知道还有多少高官的家里有这种盆景。我说，燕州啊，适可而止吧，啊，做人要直，做事呢要曲。如果这样一味的擦下去，咱俩的乌纱帽就可能保不保了。但是我觉得挺奇怪的，你说高若田跟你私交那么好，怎么没送过你盆景？他到底送没送过你盆景？哎，没有，他绝对没有。你怎么会问这样的话呢？我个人觉得，这老高头，他是觉得我为官正直，为人又嫉恶如仇，大概不敢拉我下水。你笑什么？难道我不是这样的人吗？没有没有，其实我一直很钦佩阮厅长的为人。燕州啊，你这回可是因祸得福啊，一口气破了几个大案不说，而且还洗清了自己的嫌疑。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可没完。还有什么事儿？哦，钟丽的死案了。这很简单嘛，不就是警察局内部人干的吗？就是他死那一天埋伏在屋里那几个人，回去大刑伺候。保证他们全招出来。但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钟丽的死和……好了，不要再钻牛角尖了，啊，这几天你也辛苦了，早点回家休息啊。看人都瘦了，刚才我都听见你咳嗽了，我再看看兄弟们啊。行，那我改天再跟你说这个。来，看看。好，来，都慢点啊，慢一点，注意安全。延昭，那个画画的学生柳春东醒了，你要不要过去看一看？过去看看。哎，浩南兄，你看看这是什么药？这是石蜡油，
这是你开给高员外的呀？不是，应该是许如林开的。这个药都有什么作用啊？石蜡油，石蜡油对肠壁和粪便能够起到润滑作用，并且能够阻止肠内的水分吸收软化大便，使之易于排出。简单通俗点说，就是治疗便秘嘛。这个我当然知道了。我的意思是说，它还有什么别的作用没有？别的作用？我跟你说啊，感觉怎么样？好多了吗？好多了，就是有点头晕恶心。这是正常反应，只要你按时吃药，多注意休息，慢慢就会恢复的。谢谢吴医生。这位是？哦，这是穆延昭，穆探长。穆探长你好。我听吴医生说是您救了我，谢谢你。你别这么客气，救你的人可不止我一个。我想问你几个问题。穆探长，你尽管说。你能跟我说一说你画里这个女孩的事儿吗？哦，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她就在对面住。她经常一个人站在门口发呆。我觉得她很美，就用望远镜经常窥视她。哦，穆探长，我并不是什么登徒浪子，我本身就是学画的。对美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捕捉能力。你接着说。后来，我简直是对他着了迷，就不停地给他画像。这幅画是什么时候画的？哦，是在爆炸案发生的前一个晚上。你能跟我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吗？那天，他好像跟往常不太一样。怎么不一样？他好像中了邪似的，目光呆滞，也没有走动过。哎，后来有人进了屋，他好像也没有发觉。啊，再后来呢？那个进屋的人把门关上了，我就什么也没看见了。你看清楚那个人长什么样子没有？没有，我只看见他的影子。那个人关门的那只手戴着白手套，好像还穿着白大褂。白大褂。好歹你把那画拿来。你看到就是这个影子吗？对。你敢保证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是的，我对画面的记忆能力是天生的。当捕捉到一个画面的时候，我能准确无误地把它画下来。浩南，你发现这个影子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没有？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不对劲儿。可是，戴了一副眼镜，还真戴了一副眼镜。可是高文远是不戴眼镜的呀。这个人不是高文远。戴着眼镜，穿着白。坏了！哎，叶老师，对不起啊。任厅长，你看见许如林没有？你们刚走，他就拎着箱子走了。你现在赶紧下令，全镇搜捕许如林。到底怎么回事？你快下令，一会儿我再跟你解释。传我的命令，全镇搜捕许如林。是。哎，你们两个搞什么名堂？说着话，人都不见了。你还记不记得曾经我问过你，石蜡油还有什么其他的用途？难道
你不是说那件事吧？哎，等，哪件事？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呢？阮厅长，就是吕世尧被杀的离奇爆炸案。凶手利用钠元素杀人于无形，因为纯钠是无法在自然环境中保存的，遇到水它立即就会爆炸。凶手利用碳酸钠制造了时间差，从容地离开了现场。但是，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就是，他是如何提炼和保存这些足够量的钠元素的？阮厅长，正是因为这一点困扰着我们，才没有进行下一步的推测。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钠是可以在石蜡油中保存的。正是因为这种治疗便秘的药物实在是太不起眼了，所以谁也没有想到，凶手竟然在石蜡油中保存了钠。但是石蜡油只能够起到保存的作用，那它是如何提取的？其实这并不难，只要他稍微懂一点化学原理就可以办到。最常用的办法是当丝法，在氯化钠溶液中加入氯化钙，用油加热，并进行电解。当温度达到或接近500度的时候，以不低于6伏的电压，通过电解，在阴极生成为金属钠，在阳极生成为氯气，这样就可以在液体的石蜡油中保存。至于原料氯化钠，高员外家有的是食盐可以提供，而且这里的实验设备一应俱全，看来果真是如此。果真如此。你能不能说得再明白一点呢？好，许如林将碳酸钠制造好之后，偷偷潜入了吕世尧的房间。这就是许如林策划并实施的离奇爆炸案。许如林，那他为什么要杀吕世尧呢？我听管家阿福跟我说，高天进死之前，高员外准备把鸦片生意交给吕世尧接管。我想许如林杀死吕世尧，是不是就要掌控鸦片生意？这个可能说不通吧。吕世尧死了，鸦片生意也落不到他的手里了。我想他一定还有别的计划，但是由于突如其来的事情太多了，他只能放弃逃走。我还是难以置信。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许如林、季如风，还有刺杀日本代表团的团手早田成，这3个人长得一模一样。这3个人应该是一个人。季如风？这不可能，他明明已经死了，而且还是我做的死亡鉴定。他一定是用了一个什么方法瞒天过海。当然现在我没有任何证据，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真的是这样。那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日本侵华战争做准备。侵华战争？那你的意思，他是日本间谍啊？应该是这样。他刺杀日本代表团的团手，就是为了要逼迫袁世凯签下21条。他替柴匪顶罪，是为了拿住柴匪的把柄，以他来掌控所掌管漕运的金顺公司。哎，你还记不记得柴老爷的遗书中说到，他是被一个日本人给逼死的？
我想逼死他这个日本人，应该就是季如风。那照你所说，杀死柴匪的也是他了？是。我想他是应该发现柴匪被我们识破没有任何利用价值，就要杀他灭口。你记得柴匪的死状吗？他是被一把无形的刀整个穿透了身体，这跟咱们俩在日本验的那具能剧演员的尸体十分相似。所以这一点也能看得出来，凶手应该是来自于日本。那控制高家的鸦片生意呢？因为高家的鸦片生意牵扯到了很多的高官政要，如果控制了高家，也就控制了这些高官。我认为许如林就是这3起吸血杀人案的凶手。因为高文远的身体很虚弱呀，阿良是个精壮的小伙子，你说单凭高文远他能办到吗？他一定有一个帮手。那么我觉得他的这个帮手应该就是许如林。晚秋被杀的现场，打晕高文远的人，应该也是他。对，高文远脑后的伤口的确是被钝器打伤，应该是属于棍棒一类。如果照他自己所说是在门框上撞伤的话，那他的伤口应该呈现的是锐角形。当时应该是这样。那幅画里的场面，应该就是郑小竹被杀之前的场景。他一定是用了一种什么药物，控制住了郑小虎。尸体被盗走之后，就做成了蝙蝠状，嫁祸给了薛妖福。你想呀，高文远的身体那么虚弱，他肯定是办不到这些的。哎呀，我是一向来相信你的，但是你今天这个推理怎么听起来乱七八糟的，让人感觉是脑子里自己想出来的吧？不是，阮厅长，你听我说，是我现在没有具体的证据可以给你。这都是我的直觉。你看看，我反复的跟大家说，不能靠自己的直觉来判案，这是要出人命的，你知道吗？但是阮厅长，我的这些推理都是非常有根据。对不起，我想，我可能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你快说呀！我一直怀疑。浩南，你怎么了？怎么了？浩南，你说呀！我一直怀疑啊，血不淋病毒的传播纽带是遗传，它并没有传染性。可是我在阿良、晚秋和郑小茹的身体内都验出了血不淋病毒。
这也就是说，这种病毒已经发生了变异，并且具有了传染性。啊？还有，我之前在日本就曾经听说过，有一支秘密的部队专门从事细菌的培养和研究，他们是想以此来作为生化武器，用于战争。是不是近距离接触过的人都？你的意思是说，许如林已经将这种病毒培植成功了？那他刚才带走那个箱子里面，队长，你现在赶紧调集所有的警力，马上上岛，务必要抓住他，一定要把他抓住！好，快，走！喂，报告厅长，找到许如林了？人没有找到，不过什么？没找到去找啊！镇上突然发生疫情，好多人无缘无故的晕倒。带我们去看看。别问我的名字，曾经沧海的水滴，别看我的眼睛，你读不懂的心事，别想偷走我的心，已经封存在海底，别再欲言又止，随风飘散的故事，不说迷离的感情，可以将心掩饰，你听不懂的言语，无需太多解释，风一样的故事，海一样的心事，想到故事的开始，想不到故事的结局，不说迷离的感情，可以将心掩饰，你听不懂的言语，无需太